说起水滴筹，那你可能以为呢，它还是一个大病筹款的一个公司，小了，格局小了。如今的水滴公司呢，业务早已涵盖大病筹款、保险、医药、电商等多个领域，并于2021年5月赴美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登陆纽交所的保险科技公司。纵使上市行为呢遭到舆论的谩骂，甚至气得呢连新华社都直接点名批评。但去年水滴公司首年的保费收入呢，依然达到了惊人的160亿。今年4月呢，一向以公益人设示人的这个水滴筹又卸下了最后一层伪装，宣布将取消零服务费制度，此后将对筹款金额收取3%的平台服务费。很显然，这不是图懂者终成恶龙的童话，而是水滴公司一开始就打好了算盘。水滴公司呢，有着怎样的商业模式？旗下拥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业务？未来又可能够有哪些发展方向呢？那我们本期节目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把公益做成生意的水滴公司。我们先做个小调查，你在水滴筹上捐过钱吗？反正我是捐过，捐过的扣1，没捐过呢扣2。不管捐没捐过，大家应该都会发现啊，水滴筹的传播呢，几乎全部依赖微信。有没有发现这种推广模式呢，像极了一个公司？没错，拼多多。这并非巧合啊，因为腾讯正是这2家公司的共同金主爸爸。从最开始的2016年天使轮到后来的 A 轮、B 轮、C 轮、D 轮以及战略融资，你会发现水滴的每一次融资都有腾讯的身影，可谓是水滴筹的最忠诚投资方。2021年4月，水滴公司递交了招股书中披露，腾讯在水滴公司的持股达到22.1%啊，是其中的第2大股东。腾讯的眼光从来就没有让咱们失望过。那借助微信病毒式的传播能力，水滴筹呢几乎是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我相信啊，各位初见这种筹款方式呢，一定很震惊。全中国14亿人，每人给我1毛钱，那我就是千万富翁，这种非常幼稚的想法，是不是在这一刻啊成为了现实？这也正是乱象的开始。那从上线以来呢，水滴筹就没少这种什么诈捐呐、夸大病情等这种乱象的新闻。那今年呢，甚至爆出抽成30%到70%的黑中介，又再一次让水滴筹陷入了舆论危机。那水滴筹为什么不管一管呢？这可实在太高看他们了。因为没准这些什么夸大病情这些案例呢，就是水滴筹自己的这地推大军指导人干出来的。而这些黑中介的存在呢，也正是利用这些平民老百姓的圈子小、人脉差的弱点，并人家手握的是吧几十个这种附会才能进的名媛群，城市里面的富太太们又心善又不愿意见到人间疾苦啊，随便一出子就是几十几百的，普通人不求助于他们呢，就算累死累活的转发，那估计你也只能够筹到个什么100、8千块钱。那如果有人想要给以上这些现象洗白，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水滴筹他们的材料审核的流程，只需要几段文案和几张照片就能够参与筹款，而且还不要求筹款人详细说明病情，以及呢把所有的责任撇得一清二楚的声明。所以你看，他有一点想要管好这个平台的意思吗？我想这也暴露出了水滴筹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做公益，而是要博流量。水滴筹对于水滴公司来说啊，只是一条低成本的获客渠道。真正被水滴公司寄予盈利厚望的，其实是水滴互助、水滴保、好药付这3驾马车。3驾马车啊，名字听起来花里胡哨的，但其实本质呢就是保险。水滴互助呢是前2年炒得很火的互助社群的概念，但因为非持牌经营、非法融资等风险呢，已经被银保监呢叫停了。水滴保现在呢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独立第三方保险分销平台。好药付呢，则是针对那些尚未纳入医保的高价药的商业保险。是不是感叹于资本的花招啊？什么生意都能完成钱生钱的金融游戏，但格局呢还是小了。这么好的概念就玩保险，那简直就是杀鸡要用牛刀。互联网公司那最值钱的是大数据。说到大数据，我相信大多人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精准的商品推送。那咱们都想到了，水滴筹能够想不到吗？人家的 APP 水滴健康那早就开始卖保健品了。但水滴如果只有这点本事，那实在是不值得为它做一期节目好了。那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的就是水滴公司的一个鲜为人知的业务——患者招募。患者招募，有些人可能没听明白啊。说白了，其实就是给新药的一些临床试验招募志愿者。这业务听得很简单，但却是如今的医药行业的黄金赛道。2018年，国家药监局呢发布了一个关于仿制药的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一份公告，大大的提高了药品审查的门槛，导致药企对临床试验的需求量大增。根据 CDE 数据啊，2017年我国临床试验的项目呢还只有1400个，但到2018年直接暴增到了2300个。而最新的数据，2021年药物临床试验里达到了3358项，患者招募行业由此开始井喷。2020年到2021年上半年，多个药品销售团队和 CSO 转型进行患者招募。京东、腾讯互联网巨头呢也开始了在这一领域布局，这其中就有水滴筹2021年6月上新的新业务一帆招募。
资本愿意入局，那显然呢，这说明这个行业的油水不少。这一点呢，从志愿者的数量上能看出来。新药在上市前呢，需要经过3期临床试验，每一期的志愿者数量呢都要较上一期有一个数量级的跃升。比如1期的志愿者呢，可能还只需要几十个，到了2期呢需要几百人，3期呢是上升到了数千人。而很自然的，每一期的试验成本呢也跟着水涨船高。根据美国的数据啊，1期、2期、3期的临床试验的平均成本呢，分别为400万美元、1300万美元和2000万美元。而这些费用中，大概有40%与患者有关。每位患者的费用呢，大概在2000到15000美元不等。那不知道观众当中有没有参与过临床试验的，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报酬。所以啊，你以为药贵在研发，那其实呢是贵在试验。一般来说，临床阶段的费用呢，占新药研发的成本的60%以上。那对于药企来说啊，回报当然也是丰厚的。新药如果能够顺利完成试验、获批上市，带来的收益呢，也完全有可能是试验成本的100倍、1000倍。所以听明白了吗？这一行，那谁手里面的病患资源多，那谁就是药企的爹。而在这一点上呢，水滴筹里面有上百万的患者大数据，对于同行来说，那就是降维打击。比如创立于2013年的厚朴医药，应该算是患者招募行业的先行者。但成立快10年的厚朴，为临床试验匹配到的患者呢，至今都没有过万。而成立不到2年的一番招募，成功匹配的患者已经达到了5000人。那也许有人疑惑了，这个生意确实很新，但是这1年下来呢，才搞定几千甚至几百人的业务，怎么想也赚不到大钱，对吧？确实是赚不了什么大钱，所以我相信呢，水滴筹的野心肯定不止于此。业内啊，对于临床试验业务有一个更专业的称呼，叫做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英文简称 CRO。患者招募只是其中一个最重要、最费时的一环，但却不是最赚钱的一环。CRO 当中专业要求极高的数据采集和统计分析，那很可能是水滴以后的发力方向。为什么呢？一是因为蛋糕足够大，国内的 CRO 的龙头企业泰格医药如今的市值已经超过1000亿，每年的净利润呢达到了数十亿元，比水滴卖保险还要赚钱。并且呢，随着我国的研发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国内的临床试验的申报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我国 CRO 的市场正在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快速增长。二呢，是因为水滴呢完全有能力左右药企的选择权。这里先说明一个前提，一款新药的研发周期越长，它上市后享有的专利保护期呢就越短，这就导致于某些销量大的药品每晚1天上市，那年收入呢就减少100万美元。所以你试想，手握患者资源是不是相当于手握的药企的命根子？哪个药企如果说以后不找我们来做 CRO， 哦，那行呗，那患者招募，哎，你们自己找吧，找别人帮忙吧，我们实在是没空，腾不出手，抱歉。所以大数据的威力见识到了吧？当然了，这是基于我们现在的资料判断啊，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那水滴的 CRO 业务到底会发展到什么样子呢？哎，咱们还要拭目以待。人这一辈子呢，生老病死，病呢可以说是人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花钱的事情了。像在我们农村，一场大病可以倾尽你3代的积蓄，还不一定能治得好。我们什么都可以省啊，唯独病不能省，也没法省。不可否认，水滴筹的出现给许多绝望的人重新见到了希望，但资本逐利的本性却让聚沙成塔的美妙构想化作为丑恶的孵化器。大数据大大提高了社会运作的效率，但更多的人呢，把它当做了杀熟的工具。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前提是我们要为使用它的人铐上镣铐。那最后呢，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平安安。